神格觉醒仪式开始，请觉醒者入阵。以我挚爱之名，献祭我心，换神格觉醒。 就是现在，趁他最脆弱的时刻，抛出他的神格。顾长渊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反悔不成？长渊，哥哥，为是什么？慈儿。 对不起，为什么？我可是你的未婚妻啊！姐姐，救我！救你？这创世神神格本就应该是我的，都是你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一切。 慈儿，对不起，你太单纯了，你不懂全貌，不懂争斗，你不懂怎么帮我成为神王。青霜若是拥有了创世神神格，以他的手腕和野心，定能在神界翻云覆雨。你们两个会后悔的。我是神了！我是神了！恭贺神女觉醒！恭贺神女觉醒！从现在起，你是神后的男人。慈儿，我后悔了，可是来不及了。 慈儿，慈儿，又爬那么高，不怕摔下来？怕什么？反正你会接着我。下来吧，我接着。等我们觉醒神位那天，我就娶你。 谁要嫁你？不过，要是需要献祭之爱才能觉醒，你愿意吗？那我便献祭自己，换你成神。真好看。再好看，也不及你。 慈儿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死了3年，还有神性护体，创世神格居然还在。哈哈哈！有意思，有意思！那群蠢货以为自己偷走了神格，却不知道创世神格有自我复制的能力，被偷走的只是表象，真正的神格核心。 早已锁死在原主体内。小丫头，本座给你一个机会，
醒来成为真正的神。至于那些背叛你的人，让他们知道得罪真神是什么下场。这是哪里？好累，不想醒来，不想面对。起来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你，是你本该成为的样子。那些蝼蚁偷走了我的表象，却困不住我的本质。我不想再受伤了。听着，你不是为那些蝼蚁而活的，你是创世神，是众神之主，他们欠你的要百倍奉还。看到了吗？那是你的王座，去拿回来。我的王座。你是说最近这里有大量魔族聚集？回禀神后，属下确实发现有大量魔族聚集，似乎想要对我们神族开战。区区魔族不自量力，待本座将他们找出来一网打尽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神后，您这是？本座只是突然想起还有一件要事需要处理，暂时先放过这些蝼蚁，现在立刻回神都。谨遵神谕。长渊，神魔战场那边有大事发生。魔族蠢蠢欲动，似乎在集结大军。你神格修炼的如何？不行，不能让他知道我刚才在神魔战场发生的事。我近日总觉得神力不稳，许是修炼太过频繁，需要调养几日。那就多修炼。3年来，你虽然在我身边，心里却永远忘不掉那个死人。夜里喊的是他的名字，梦里梦的是他的脸，连看我的眼神都像是在看一个替代品。讽刺，你死了还要跟我抢。我活了，醒了。你是谁？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你救了我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到底是谁？本座名渊，上古魔神。你是魔族之人？怎么回事？我的神力……我救你不过是好奇罢了。我很想知道一个被抛了神格还能活下来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你难道不应该谢谢我吗？我可没有求你救。脾气倒是不小。行，本座不勉强你，不过你最好想清楚，你现在这样，连神魔战场都走不出去，方圆百里除了尸体就是魔兽，你确定要走？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聪明，本座要的很简单，要你成为真正的创世神，然后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以后再说，现在先活下来。跟上来，还是说你想喂魔兽？闭上眼，感应你体内残留的力量，不要抗拒，让它自己浮现。
你来了，告诉我，我到底是谁？你是创世神羲和的转世。3万年前神魔大战，你以自身为代价封印了魔神王，神魂散落人间。历经百世轮回后，这一世本该觉醒，但那些蝼蚁的背叛，反而让真正的神格核心彻底苏醒。羲和，那个传说中的创世神，万神之源的羲和，对，也是你。所以，我本应该是神，却被他们害死了。不，你应该感谢他们。感谢？为什么？若不是他们偷走你的假神格，真正的神格核心不会苏醒。你以为被偷走的是什么？是你这一世觉醒的表象。真正的创世神格早已锁死在你的灵魂深处。他们以为偷走了你的神，却不知道你从来都是神。你现在拥有的才是创世神真正的力量。归虚，剥夺伪神权柄，让一切虚假的神力归于虚无。剥夺伪神权柄，所以我可以让凤青霜变回废物。不止，你可以让他众目睽睽下神力尽失，颜面扫地，让所有人知道偷来的终究是偷来的。至于顾长渊，让他活着比让他死更难。你信不信？这3年，他每天都在后悔。我要回神都。创世神的核心权柄名为归虚。归虚2字取自上古传说，万物生于斯，归于斯，意思是一切神力在你面前都会归于虚无。任何伪神的神力都是从创世神格分化出去的支流。你是源头，是太阳，是万神之神。太阳升起时，星辰便暗淡无光。怎么用？先用心感应，闭上眼，不要用眼睛看，用你的神格去看。这些是？这世上所有觉醒者的神格，每一个光点都对应一个神，无论是神界的正神，还是人间的伪神，都在这里。感受到了吗？他们怕你，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他们的源头，也是他们的终结。我刚才做了什么？你只是想了一下让它消失。真正的剥夺需要你动用全力，锁定目标，彻底斩断它和源头的联系。刚才那个光点对应的应该是附近某个倒霉的魔兽，他们也有一些粗浅的神格雏形。你这一下，他大概会虚弱3天。这就是神的力量。记住，这不是力量，这是权柄。力量可以修炼，可以增长，可以被夺走，但权柄天生注定，与生俱来，无人能夺。凤青霜偷走的只是你力量的表象。我知道了。有意思。怎么了？神都3年1度的神祭大典要举办了，届时神君神后会当众展示神力，接受万民朝拜，以稳固民心。据说这次大典格外隆重，神都周围数百里的百姓都会赶去观礼。神君神后，顾长渊和凤青霜吗？想去看看？他们过得很好。凤青霜的神力这3年来越来越不稳定，据说每次展示神力前都要闭关准备很久，
还要服用各种丹药辅助，表面上风光无限，实际上，至于顾长渊嘛，据说常常一个人对着画像发呆。夜半时分，他的寝殿里总会传出说话声，像是在跟什么人聊天。什么人？有宫女偷偷看过，他对着的是一幅女子的画像。对着我的画像？谁知道呢？也许是你的，也许是别人的，反正不是凤青霜。3年了，他们以为我死了，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我的一切。要去吗？去，但不是现在。我要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，等他们站在最高处，等所有人都在看着他们，然后让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颜面尽失，从云端跌落泥潭。这才是创世神该有的样子。一点都不像。哪里不像？他的眼睛里没有画像里那么深情，真正的顾长渊眼里从来没有过这种深情，就算有，也只是装的。你很了解他。曾经我以为我了解过。新鲜出炉的桃花糕，姑娘来一块。想吃？桃花糕，刚出炉的桃花糕。不了，味道变了。这里以前是凤府的位置。3年前顾长渊登位后，将凤府扩建为神宫，把凤家族人都迁到了城西的一处宅子。据说光是扩建就花了整整1年，耗费了半个神都的财力。他倒是会享受。听说神宫深处有一间密室，从不让人进，就连凤青霜都不被允许踏入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本座的消息比你想象中灵通，神宫里有我的人。密室。等我们成亲，我要给你建一座只属于我们2个人的院子，谁都不能进。现在，那座院子变成了密室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让你们找的灵药呢？回神后，那灵药本是寻到了，可是什么？被神君拦下了，说神后身体无碍，不需要用药。他敢拦我的药！凤慈，你死了还要折磨我？都滚下去！让开，让开！身后的车架都让开！凤青霜，你看起来过得不好，这就对了。偷来的东西终究不是你的，你越是想抓住，它流失的越快。停车！身后有何吩咐？玉，刚才那个人，身后看到什么了？没什么，走吧。最近总是眼花。他好像感应到你了。心虚的人总是疑神疑鬼。接下来去哪？找个地方住下，然后等神迹大典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好好玩玩。幻觉，一定是幻觉，最近太累了。就这，贴墙上吓唬一个伪神，也太小儿科了吧？你懂什么？这叫循序渐进，先让他疑神疑鬼，再慢慢加码，
那接下来呢？明天晚上，我要让他亲眼看到我。这个幻影蕴含了创世神之力，他一个伪神根本对付不了。你这招够损的，不过我喜欢。这才刚开始。谁？来人！来人！姐姐，我好冷，你下来陪我好不好？鬼！有鬼！姐姐，你为什么不来陪我？你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要害死你的。少后，你怎么了？有鬼！有鬼！凤慈回来了！快来人呀！效果不错，你看他那样子，明天整个神宫都会传遍神后半夜见鬼，疯疯癫癫的。这只是开胃菜，明天晚上我要让全神宫的人都看见我。哦，什么招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昨晚神后那边出大事了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快说！我表妹在神后寝殿当值，她说昨晚半夜神后突然尖叫起来，那声音可吓人了，整个寝殿的人都惊醒了。为什么尖叫？难道有魔族刺客？比刺客更吓人。神后说她看到凤慈小姐的鬼魂了，就贴在床边的墙上，穿着白衣服，还冲她笑。凤慈小姐，那不是3年前就……嘘，小声点，你不要命了？神后的事也敢大声议论？可是凤慈小姐不是死了吗？怎么会有鬼魂？谁知道呢？反正我表妹说，神后那样子可吓人了，头发散乱，满脸是泪，浑身抖得像筛糠，嘴里一直喊着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们说，会不会真的是凤慈小姐的冤魂回来了？我听说当年她死得可惨了。别瞎说，这种事情咱们做下人的别议论。流言已经开始发酵了，很好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让他自己把自己逼疯，比什么都管用。神后，喝点茶吧。太医说这茶能安神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出去！奴婢只是想……滚！都给我滚！凤慈，是你吗？你真的回来了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要杀你的，是你自己活该。谁让你什么都比我好？谁让你连顾长渊都抢走了？你该死！你本来就该死！宫里都传遍了，说神后见鬼，疯疯癫癫的。凤青霜今天一整天都没出寝殿，据说滴水未进，谁都不让进。还不够？还不够？他已经快疯了。我要的是他彻底崩溃，在所有人面前颜面扫地。你准备怎么做？今晚神宫有晚宴，神君神后会出席。晚宴结束后，他们必须经过御花园回寝殿，而御花园里有一个湖。你要在那里动手？我会在竹林里出现，只让他一个人看见，他一定会追过来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该你出场了。你不是会御水之术吗？让湖里的水恰好溅起来，把他脚下的石头弄湿，让他自己滑进湖里。妙啊，这样就不是我们动手，是他自己失足落水。对，让所有人看到神后是如何在鬼魂的追赶下狼狈落水的，让那些宫女太监亲眼看到他们尊贵的神后像条落水狗一样趴在岸边。诛心为上，你这招比直接杀了他狠多了。他偷了我3年的人生，这点惩罚算什么？
你怎么了？那里有人。你最近太紧张了，回去好好休息。是凤子！秦霜，别跑！你给我站住！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姐姐，好久不见。你真的不可能！你死了，我亲眼看着你死的。是啊，我死了，所以我现在回来找你。别跑！你给我回来！救命！救命！来人！山后落水了，救人！我看见他了，我看见凤慈了，他就站在湖边，他冲我笑，他跳下去了，他来索命了，他真的疯了。这是凤慈小姐的冤魂来索命了。你胡说些什么？疯了吗？长远，长远，别走！完美收场。你看那些宫女太监的眼神，明天整个神宫都会传遍神后疯了，见鬼了，自己跳湖了。凤青霜，这才是我该给你的，不是死亡，是生不如死。让所有人看到你最狼狈的样子，让所有人知道你不过是个疯子。这亲吗？不知道，但至少他该受的一样都不会少。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做？下一步自然该顾长渊，不过对付顾长渊要用另一种方法。听说这次选试是为了神祭大典做准备，要是能被选上，说不定能进大殿伺候，那岂不是能见到神君神后？我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神君真容呢。神君真的好帅啊！我听我表哥说，神君3年前登位的时候，整个神都的姑娘都疯了，天天往神宫门口跑，就为了看他一眼。你少发梦了，神君可是神后的人，神后又怎么样？听说他最近身体不好，脾气也大，宫里的侍女都被他骂哭好几个了。看来这3年他们过得确实精彩。下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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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个。名字？阿西。哪里人？城外逃难来的，父母都没了。会做什么？会泡茶。泡茶？小姑娘，神宫的茶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泡的。神君嘴刁得很，前前后后换了7、8个茶师，没一个能让他满意的。你一个逃难来的丫头，懂什么茶？我泡的茶，喝过的人都说好。神君已经连续3天没喝上一口合口的茶了，要是再找不到合适的茶师，我这个内务总管也别想干了。行，进去吧。试用期3个月，要是泡的茶不能让神君满意，随时走人。是。
都给我听好了，神宫的茶房不是你们乡下随便泡茶的地方，神君的茶必须是7分烫，多1分少1分都不行。神后的茶必须是5分烫，凉了热了都要重泡，记清楚了没有？记清楚了。还有，神君夜里批奏章的时候，偶尔会传茶，那时候送茶进去，不许抬头，不许出声，放下茶就退出来，多看1眼，多嘴1句，就别想在神宫待了。顾长渊，我回来了，3年了，你在这金碧辉煌的神宫里，可曾有过一刻想起我？可曾在夜深人静时为我掉过1滴泪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回来了。你叫阿西是吧？是。听说你会泡茶，面试官特意提了你。略懂一些。行，今晚你先试着泡1壶，送去神君那里。要是神君不满意，你明天就收拾东西走人。是。慈儿，神君，新来的茶师到了，送茶的。进来。放下吧。是。这茶的味道为何如此熟悉？慈儿！这味道是慈儿泡的茶，是慈儿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神君，该上朝了，大臣们都在大殿候着呢。昨晚那个泡茶的侍女是谁？回神君，是茶房新来的，叫阿西，昨天刚入宫，试用期3个月。阿西，阿西，让他今日再来送茶，就说是本君对他的茶很满意。是。神君点名要阿西送茶，还说是对他的茶很满意。神君亲口说的。阿西，你可真是给咱们茶房长脸了。神君来神宫3年，从来没点名要哪个侍女送茶，你这是天大的福分。是，奴婢一定好好表现。顾长渊，你认出茶的味道，很好，慢慢来，这才刚开始。我会让你一步一步自己走进深渊。等等，抬起头来。慈儿，真的是你！神君，奴婢是阿西。不可能，你明明死了。我亲眼看着你。神君认错人了，奴婢不知道什么慈儿，奴婢是城外逃难来的，父母双亡，没有亲人。不对，这双眼睛就是慈儿的眼睛，我不会认错，我看了她10几年，怎么可能认错？神君，奴婢真的不认识你，求您放过奴婢，奴婢只是来送茶的。别跪，你别跪。你叫阿西？是。你下去吧。他认出来了，认出了茶，认出了眼睛，但不敢信。
不敢信。死人复活，哪有那么容易接受？他现在大概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，或者在做梦。那接下来呢？神祭大典还有7天，这7天我要让他每天看见我，又找不到我，让他自己把自己逼疯。每天？对，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背影，晨光熹微的时候一个侧脸。他追过来我就消失，让他分不清是现实还是幻觉。诛心为上，好手段。这才刚刚开始。慈儿，是你回来了吗？还是我想你想疯了，开始出现幻觉了？慈儿！慈儿，你出来！我知道是你，你没死对不对？顾长渊，这才刚开始，你欠我的，我要一点一点拿回来。慈儿，慈儿。神君深夜来此，有何吩咐？慈儿，是你对不对？你还活着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没死。神君认错人了，奴婢只是睡不着，来此弹琴解闷。那你为什么会弹这首曲子？这首曲子是我教的，只有慈儿会。我手把手教了他3个月，每一个音符我都记得。天下曲子千千万，相似的曲子多的是。神君若无事，奴婢告退。是你，一定是你，慈儿，你为什么不肯认我？顾长渊，这才第2天，你慢慢熬。神后，您最近睡得不好，最近总做噩梦。什么噩梦？梦见凤慈，他站在血泊里看着我，浑身是血，胸口有一个大洞。他就那样看着我，说：“你会后悔的。”身后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出去。凤慈，奴婢阿西见过神后。不知神后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神后恕罪。你说你叫什么？奴婢阿西。阿西，太像了，太像了。神后说什么？你是谁派来的？
奴婢是这次选试进来的，城外逃难来的孤儿，父母双亡，没有亲人。竟然真的只是凡人。退下吧。是，奴婢告退。不可能，他明明死了，我亲眼看着他死的，可是怎么会这么小？阿西，你这茶艺真不错，我管茶坊5年，没见过几个比你手艺好的。神君最近天天点名要你送茶，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。以前那些茶师能送个3、5回就了得了，你可真是给咱们茶坊长脸了。是神君抬爱。顾长渊，你不是爱喝我的茶吗？那我就天天给你送，让你日日想夜夜念，却永远得不到。茶是一样的茶，人却不是当年那个人了。阿西，神君有何吩咐？你家乡在哪里？奴婢是孤儿，没有家乡。那你父母呢？不知道，从小被抛弃，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太像了。神君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你退下吧。是。神君，奴婢斗胆说一句。说。神君最近气色不好，要多休息。有些人走了就是走了，活着的人要往前看，莫要为了回不来的事，伤了眼前的人。这是慈儿3年前对我说过的话。慈儿！进展如何？顾长渊快疯了，每天晚上追着我的影子跑，白天见到我就发呆。今天他问我家乡在哪里，我说是孤儿，他眼睛都红了。凤青霜呢？他也在怀疑，今天在花园碰到我，上来就摸我的脸，看是不是人皮面具。摸出来了？当然没有，但他摸完之后手抖得厉害。他宁愿相信我只是长得像，也不敢相信我真的回来了，因为那意味着他的一切都要没了。很好，但你要小心，狗急跳墙。毕竟他们一个是伪神，一个是负心汉，真到了绝路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知道，神祭大典还有5天，在那之前，我会让他们自己折磨自己，不用我动手，他们就会把自己逼疯。你真的变了。变什么？3年前那个傻傻的小姑娘，那个被抛了神格还在问为什么的小姑娘，已经死了。现在坐在这里的，是真正的神。人都是会变的，尤其是被最信任的人背叛之后。慈儿，我知道是你。神君又认错人了。夜已深，神君早些休息吧。慈儿，你别再装了。
你的茶，你的情，你的背影，你说话的方式，全都是刺儿。一个人可以长得像，但不可能什么都像。这世上没有这么巧合的事。就算我是，那又如何？你承认了？顾长渊，如果我真的回来了，你觉得我是来干什么的？和你再续前缘吗？慈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这3年我没有一天不再后悔。错了。3年前你亲手剖开我的心口，把神格挖出来给凤清霜的时候，怎么不说错了？我求你的时候，你停手了吗？我当时鬼迷心窍，我以为权力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是你走后，我才知道，没有你，权力什么都不是。顾长渊，你知道吗？3年前我死的时候，最后想的是，你会后悔的。现在看到你这样，我确实不生气。那你……但我也不爱了。顾长渊，你在我心里已经死了。查到了吗？那个阿西的底细。回神后查过了，他是3个月前出现在神都的，自称城外逃难来的孤儿，父母双亡，之前的身世一片空白，查不到。查不到，那就是有问题。一个来路不明的人，偏偏长着那样一张脸，偏偏会泡神君爱喝的茶，偏偏被神君日日召见。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？神后的意思是，把他带来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东西。阿西，神后召见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是。凤清霜终于坐不住了，也好，省得我等太久了。跪下。阿西，你知道本后为什么召你来？奴婢不知。因为你这张脸太像一个人了。神后说的是谁？我妹妹凤慈3年前死了。那神后节哀。你是他吗？奴婢不是。你最好不是，否则我会让你再死一次。滚吧！是。等等，你真的不是他？神后觉得呢？慈儿，你真的回来了吗？还是我已经疯了？慈儿，我好想你，好想好想。谁？这些都是我的东西。
你怎么知道这里？这是密室，连清霜都不知道。这件衣裳是我15岁时你送的，你说我穿着好看，我高兴了整整1个月。慈儿，我知道你不原谅我，但我真的后悔了。这3年，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你。后悔什么？后悔杀我，还是后悔没杀干净？别这么说，求你别这么说。这只簪子是你送我的最后一件礼物。你说，带着它，就当是你陪着我。结果呢？你亲手杀了我。我错了，慈儿，我错了，我愿意用命来还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你的命，我不稀罕。慈儿，求你了，你说什么我都做，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神君的位置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你就够了。顾长渊，你知道你最可笑的是什么？你以为我回来是为了和你复合？不，我是回来让你知道，你亲手放弃的，是你这辈子再也得不到的。听说神君神后在南天门显神迹了。是啊，我也听说了。听说明日神后会亲自展示神格之力，咱们这辈子能亲眼看到神迹，真是祖上积德啊！沈君神后真是天作之合，有他们在，咱们沈都才能这么太平。听说沈后3年前觉醒的时候，天降祥瑞，金光普照，那场面，我表哥当年就在现场，说那金光3天3夜都没散。金光3天3夜没散，他们说的是凤清霜还是我？老百姓哪知道真相？他们只知道神后是神后，至于神格是怎么来的，谁在乎？明日的计划想好了？凤清霜会在祭坛上展示神力，但那会是他最后一次展示。你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剥夺他的神格？不止，我要让他在万众面前神力尽失，狼狈不堪，让所有跪拜他的人亲眼看到，他们拜了3年的人，不过是个偷窃的伪神。顾长渊呢？他让他亲眼看着自己选的女人变成废物，让他知道，他牺牲我换来的权力、地位、荣耀，不过是一场空。我要让他站在最高处，亲眼看着自己跌进泥潭。神君，明日就是大典了，您得养足精神。这茶是太医署特意配的，助民安神，您喝了吧。他回来了，他真的回来了。神君说什么？谁回来了？你说，如果一个人犯了不可饶恕的错，还有机会弥补吗？那要看是什么错了。杀了自己最爱的人，这下去吧。慈儿，明天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我的错。我不做这个神君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你能回来，只要你能再看我一眼，不管你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神祭大典开始，请神君神后登坛。神君万岁，神后千岁！神君万岁，神后千岁！长渊，今日之后，我的神格会更加稳固。
这么多人的信仰之力加持，那些不稳的症状都会消失。你今日怎么了？一直心不在焉的。怎么了？你看到什么了？没什么。顾长渊、凤青霜，好好享受你们最后的荣耀吧，因为接下来你们将亲眼看着这一切化为乌有。现在，请神后展示神力，为万民赐福。请神后展示神力，为万民赐福。神后的神力，真的是神迹！怎么回事？明明准备了这么久，昨天还好好的。凤青霜，你的神格是从我这里偷的，我给了你3年时间，让你享受不属于你的一切，现在该还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神后的神力消失了？怎么回事？不是的，可能是太紧张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天啊！神后摔下来了！神后的神力呢？怎么消失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长渊，救我！不可能，我的神力怎么会消失？这不可能！因为那不是你。你说什么？这是什么人？他身上也有金光，比神后不比凤青霜的还要亮。顾长渊，好久不见。凤慈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明明死了，我亲眼看着你死的，我亲眼看着你的身体消散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凤青霜，你偷了我的神格3年。享受了3年不属于你的一切，现在也该还了。不，那不是你的，那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用命换来的。那是我的。凤青霜，从现在起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恭迎创世神归位！真神，是真神！创世神回来了！见真神，见真！慈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顾长渊，你跪错人了。你应该跪的不是我这个被你杀死的人，而是那些被你欺骗了3年的百姓。他们跪拜你，供奉你，把你当神明，可你呢？你配吗？原来神后，不，原来凤青霜的神格是偷来的。呸！真神回来了，他活该！这种人就应该千刀万剐。就是，看看他那样，哪还有半点神后的样子，就是个骗子。慈儿。
3年前，我死在这里，死在最爱的人手上。今天，我回来了。那些背叛我的人，如今都在我脚下。我本该高兴，本该痛快，本该仰天长啸，可我为什么一点都不开心？从今日起，神宫改为神殿，所有事务由我亲自处理，原有的官职、俸禄、品级全部作废，等候重新核定。遵神谕。顾长渊，慈儿，我叫神尊。是神尊，神尊有何吩咐？你身为神君3年，可有政绩？这3年，我并无大错，但也无大功，只是按部就班守着前人基业。那就是平庸，无功无过，不过是占了位置而已。神尊，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，贬为庶民也好，流放边疆也好，我绝无怨言。只求能留在神都，留在你身边，哪怕远远的看着你也好。留在我身边。顾长渊，你以为这是恩赐？不，这是折磨。我不想每天看到你，你在我眼前多待一刻，我就多想起一刻3年前的事。从今日起，你贬为庶民，永不得踏入神殿。你偷我神阁3年，按神规当诛，但我不想杀你。你愿意放过我？放过你？我不杀你，是因为死太便宜你。我要你活着，以一个废物的身份活着，让所有人都看到背叛我的人是什么下场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偷来的东西终究不是你。不要，你杀了我吧，杀了我，求你了！拖下去，送去贫民窟，让他自生自灭。不许任何人接近，不许任何人收留，让他用自己的双手活下去。不，凤慈，你杀了我吧！杀了我，我宁可死！哎，你看那个人是不是原来的神君？还真是，怎么穿成这样？你没听说吗？他被真神贬为庶民了，帮着凤青霜偷神阁的事都传开了。活该！听说他当年亲手杀了真神，这种人还有脸活着？可不是嘛！要是我，早一头撞死了。哟，这不是神君大人吗？怎么想吃桃花糕？10文钱一块，您买得起吗？要不赊账？我要1块。谢谢。慈儿，这是你最爱吃的，每次我去找你，你都会拉着我一起吃。你说桃花糕要2个人吃才甜，你现在还爱吃吗？还能和我一起吃吗？
你们看，那就是那个偷神格的凤青霜，还真是，真神甚德，没杀他。要我说，这种人该千刀万剐。他现在就是个废物，连咱们都不如。听说神格被抽走之后，他比普通人还虚弱，干点活就喘，活该。偷来的东西能落着好？凤慈，你为什么不杀我？为什么要让我这样活着？呸！晦气！凤慈，从小我就嫉妒你，嫉妒你比我漂亮，嫉妒你比我有天赋，嫉妒所有人都喜欢你，嫉妒顾长渊爱你。我以为只要偷了你的神格就能变成你，我以为变成你之后就能拥有你的一切。可是我错了，偷来的终究是偷来的。我穿了你的衣裳，坐了你的位置，用了你的神格，可我还是我，变不成你。顾长渊看着我的时候，眼里永远都是你。凤慈，你现在在神殿里受万神朝拜，睡得暖吗？你知道我在这里像条狗一样活着吗？你恨我吗？你可怜我吗？这么晚还不休息？睡不着。在想什么？在想，我做对了吗？你指什么？把他们变成这样。顾长渊在街头被人指指点点，凤青霜在贫民窟洗衣服。有时候我会想，3年前那个傻傻爱着顾长渊的凤慈，会希望看到这些吗？那个凤慈已经死了，现在的你是创世神西河。你呢？你又是谁？为什么要帮我？从神魔战场把我救回来，教我使用权柄，陪我潜入神宫，你图什么？你真的想知道？3万年前，神魔大战，你是创世神西河，我是魔神王之子。那一战，你亲手封印了我的父亲魔神王。战后，众神要斩草除根，把我一起杀死，但你拦住了他们。你看着我，说他只是个孩子，还没有选择的机会。你放了我，还说你还有机会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我欠你一条命，也欠你一个机会。3万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你当年为什么要放过我？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你不是心软，你是相信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。3年前，我感应到你的神格苏醒，就一直在找你。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已经死了，但我发现你的神格核心还在。创世神的神格没那么容易消散，所以我救了你。所以这3年，你一直在等我醒来？也不算等，顺便帮你盯着那2个蠢货，看看他们过得有多惨。谢谢。能让创世神说谢谢，本座受宠若惊。不过，光是口头感谢可不够，本座这个人比较贪心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先欠着，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他这样跪着有什么用？神尊不会见他的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当年他亲手杀了神尊，现在跪几天就想赎罪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他再跪下去，怕是撑不住了。3天3夜没吃没喝，铁打的人也熬不住。那也轮不到咱们管。神尊没发话，谁也不敢动。禀神尊，顾长已经在外面跪了3天3夜，滴水未进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会出事。他想跪，就让他跪。是。你真不打算见他？不见。为什么？见了他，我怕我会心软。毕竟，我曾经那么爱他。可是，他欠我的，
不是跪几天就能还清的。我死过一次，那种疼不是跪几天就能抹掉的。慈儿，慈儿，不好了，他晕倒了，还有气，只是晕过去了。神尊，魔族那边最近蠢蠢欲动。据探子回报，他们在边境集结大军，似乎有所图谋。虽然明渊大人已归顺神界，但魔族内部仍有不少反对声音。神尊，还有一事，人间几处小神听说创世神归位，纷纷表示不服。他们说您失踪3万年，凭什么一回来就要他们臣服？有几个已经放出话要自立门户，不再听从神界号令。神尊刚刚归位，神力尚未完全恢复。若此事大动干戈，不服的，让他们来见我。神尊，您的神力，那些小神虽然不成气候，但联合起来也不容小觑。不如先派使者安抚，等您神力完全恢复再。你们以为创世神是什么？是你们这些伪神能比的。3万年前，他一人封印魔神王的时候，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。现在他回来了，还需要你们来教他怎么做。3日之后，让所有不服的神来神殿，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神。尊神谕。慈儿，慈儿，慈儿，你连看都不愿看我一眼了吗？什么创世神？我听说3年前被人抛了神格，差点死了。一个差点死掉的创世神，凭什么让我们臣服？就是，我们在这人间修炼1000年，好不容易有了今日的地位，他一来就要我们跪拜，凭什么？说不定那创世神格也是假的呢，要不怎么会被凡人剖走？不必动，既然你们想看，那就看吧。这是什么？我的神格，我的神格在抖！不要！我感觉神格要离体了！神尊饶命！神尊饶命！这就是创世神的权柄归虚，只要我想，可以让你们所有人瞬间变成凡人。你们的神格本就是从创世神格分化出去的，我能给，也能收。我等愿臣服，求神尊开恩，求神尊饶命。记住今天的感觉，若有下次，我不会再收手。是，谨遵神谕。慈儿，求你，让我留在你身边。你还想跪到什么时候？哪怕做牛做马，哪怕给你当奴隶，只要能每天看到你。顾长渊，你知道吗？3年前我死的时候，最后想的是，你会后悔的。现在看到你这样，我确实不生气了。那你愿意原谅我了？不生气，不等于原谅，更不等于我还爱你。顾长渊，你在我心里已经死了。3年前你亲手杀死我的那一刻，那个爱你的凤慈就死了。不可能，你还爱我的，你以前那么爱我，你忘了我们小时候的事吗？你忘了桃林里的誓言吗？你忘了我送你的玉簪吗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的我是创世神羲和，那个傻傻爱你的凤慈已经被你亲手杀死了。你记着的那些回忆，对我来说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一次就好，让我用余生来弥补。机会？你给过我机会吗？你剖我身格的时候，我求你停手，你给过我机会吗？
活该！快看，是那个偷神阁的坏女人，打她，打她！坏女人，偷东西，活该，活该！禀神尊，下面传来消息，关于凤青霜的。说，凤青霜如今在贫民窟乞讨为生，每日被百姓辱骂，被顽童追打，身上常有新伤，她过得很惨。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心软了？不是心软，只是她毕竟是我曾经的姐姐，小时候她也对我好过。我生病的时候，她守在我床边；我被欺负的时候，她第一个冲出去护着我。可是她也害死了我。她联合顾长轩剖了我的神格，那些好抵不过这一条命，所以我不救她，让她活着，让她每天承受这些，就是对她最好的惩罚。死太便宜她。清醒。我这样不算圣母，对吧？对，不圣母。想什么呢？在想，做神好累。那就别做。不做神，做什么？做你自己。那个会笑、会哭、会生气、会撒娇的凤慈，那个3年前在桃林里跳进顾长渊怀里的凤慈。可是，我已经回不去了。那就重新开始。3万年了。我一直记得你放过我时的眼神，那时候你已经是创世神，我只是个丧夫的魔界余孽。你本可以杀我，但你只是看着我，说你还有机会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。那时候我想，这个女人值得我追随一生。后来我找你找了3万年，终于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已经死了，但还好，你的身格核心还在。还好，我把你救回来了，凤慈。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是什么创世神，不是因为你有多了不起，是因为你是你，是那个被人抛了神格还能活下来的你，是那个踩着渣男脊背登基的你，是那个明明可以杀了凤青霜，却让她活着的你，是那个此刻坐在这里看着月亮发呆的你。明渊，我不用现在回答，我可以等，等你的心从那个伤口里慢慢长出来。3年不够就等30年，30年不够就等300年，反正我已经等了3万年，不差这点时间。谢谢你，明渊。谢什么？我又不是做慈善，我可是有目的的。我在追你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慈儿，我会让你看到，我愿意为你死。我欠你的，用命还你。神尊，不好了，顾长渊他自裁了。你说什么？慈儿，我终于又见到你了。你疯了！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欠你一条命，现在还你。顾长渊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弥补吗？你以为死就能解决问题吗？你死了我就能原谅你吗？我知道不能，我做的那些事死100次也不够。
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。慈儿，对不起，下辈子换我养你。长远，救他！他用的尸身匕首自杀，我无法救他，但是你可以。什么？我说，救他，我不能让他这样死。你确定？他可是顾长渊，是亲手杀了你的人。他死了，你不就解脱了吗？他死了，我就解脱了吗？不，他死了，我会永远记得他死在我怀里的样子，我会永远记得他是为我而死的。那样，我就真的放不下了。他欠我的，不是一条命就能还清的，他得活着，活着承受这一切，死太便宜他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怎么样？他会死吗？不会了，命保住了。但下次再这样，我也救不了。他那一刀刺得太深，是真的想死。为什么救他？你不是恨他吗？我恨他，恨到恨不得亲手杀了他。但我不想他这样死，不想他因为我而死。那样的话，我这辈子都会背着这个包袱。我会想，是我逼死了他。我会想，如果他没遇到我，是不是就不会走到这一步？你还是那个傻姑娘。不是傻，只是我不想变成和他一样的人。他为了权力可以杀人，我不能为了仇恨也变成一个杀人的人。你不是傻，你是心太软了，但这不是坏事。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吗？不是。那你来干什么？救我！别假好心了，我不需要你可怜。姐姐，你叫我什么？姐姐，虽然你害死了我，但小时候你也是真的对我好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嫉妒你，我太嫉妒你了。从小你就什么都比我好，我以为偷了你的神格就能变成你，可是我错了。偷来的终究就不是我的，我知道，但错了就是错了。你原谅我吗？不原谅，你做的事我永远不会原谅。我不会救你出这里，因为你需要承担后果，但我会让人每天给你送吃的，让你活下去，用你自己的双手在这里活下去。谢谢，谢谢。能活着就好。好好活着，别再想着变成别人了，做你自己就好。凤慈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醒了。慈儿，你救了我。为什么？我那样对你，我亲手杀了你，你为什么还要救我？因为我不想你死。你不要误会，我救你不是因为还爱你，是因为我不想变成杀人凶手。你死在我面前，死在我怀里，我这辈子都会背着这个包袱。我不想那样。顾长渊，从今天起，你我之间两清了。你欠我的那条命，刚才已经还了。我救你，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不需要你感激，也不需要你愧疚。以后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过我的日子。神都你可以留下，
但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也不要再跪了。你跪多久，我都不会心软。可是，我还爱你。我知道你不爱我了，我知道我没资格说这个，可是我真的还爱你。这3年我没有一天不再想你。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是爱这种东西，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。那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处理完了。顾长渊明天会离开神都，去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重新开始。他说，他想找个安静的小村庄，种田读书，了此余生。你信他？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走了，我就不用再看到他了。凤青霜呢？他不愿意离开贫民窟，他说，那是他应得的惩罚。他要在那里用自己的双手活下去。我让人给他找了份换衣的活计，虽然辛苦，但能糊口。那你呢？你放下了吗？不知道，但至少我不恨。恨一个人太累了，恨了这么久，我才发现恨的其实是我自己。恨自己当初瞎了眼，恨自己那么傻。可那些都过去了，我再恨也改变不了什么。那就不要再恨了。以后的路，我陪你走，不管你想去哪里，想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你不用再一个人扛着了。明渊，谢谢你。又是谢谢，本座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。那你想听什么？比如，明渊你真好，或者，明渊我最喜欢你了。想得美。3年前，我以为我的人生完了，被最爱的人背叛，死在最信任的人手上。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相信任何人，不会再对任何人敞开心扉。可是，他出现了，他告诉我，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。他告诉我，我不需要一个人扛着。他告诉我，他愿意等我，等我的心慢慢长出来。现在，我的心好像真的长出来了。从今日起，神界颁布新规，众神须铭记于心，不得违背。遵命。第一，神格不可移植，神格乃天生地养，与神魂绑定。任何试图夺取他人神格者，剥夺神格，永世不得超生。遵神谕。觉醒不可献祭挚爱，觉醒一事须以自身修为和天赋为本，不以他人性命为祭。违者，同第1条处置。遵命。第三，神不得干涉人间事务，人间有自身的运行规律，神不可插手凡间纷争，不可用神力欺压凡人。违者，轻则禁闭100年，重则剥夺神格。遵神谕。都退下吧，记住今日的话，莫要自误。恭送神尊。看来你这个创世神做得很稳，3言2语就定下了新规矩，众神屁都不敢放你。多亏有你，要不是你帮我镇着场子，他们哪会这么老实？那有没有什么奖励？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比如一个吻。想得美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不过说真的，你今天很有神尊的威严，那些神界看你的时候，眼里都是敬畏。敬畏有什么用？规矩定得再好，也得有人遵守。我只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凤青霜，不要再有下一个顾长渊。不会的，有你在，神界会越来越好的。谢谢你，明渊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又说谢谢，不是说好了不用谢吗？那不谢了。这就对了，以后有什么事，我们一起扛。你们听说了吗？
神尊新颁布的神规，神仙不能欺负凡人，不能插手人间事务。听说了，听说了，这下可好了，以后再也不用怕那些小人作威作福了。我表哥上次就是被一个过路的神欺负了，告都没处告。神尊真是仁慈，不但没惩罚咱们，毕竟当初咱们也不知道神后是假的，还定下规矩保护咱们。那可不，这才是真神该有的样子，不像那个凤晴霜骗了咱们3年。别提他了，晦气！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神尊在上，咱们过咱们的日子。呵呵。青霜，今天干得不错，那件衣裳补得挺好，这是今天的工钱，多给你2个铜板，拿着。谢谢老板娘。谢什么？你干活踏实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好好干，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保重。你也保重。顾长渊，我们都不配得到凤慈的原谅，但我们还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赎罪。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这么神秘？去了就知道了。来，闭上眼睛。干什么？神神秘秘的。闭上嘛，又不会把你卖了。好了，睁开。这是我让人移栽过来的，找了最好的工匠，按照你描述的样子，1比1复刻了凤府后山的那片桃林。你说过，那片桃林是你最喜欢的地方。小时候你经常在那里玩，长大后你和顾长渊也常在那里见面，那里有你的回忆。虽然那些回忆里有些不好的部分，但那里毕竟是你长大的地方。以后想家的时候就来这里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谢谢你，明月，谢谢你。傻姑娘，哭什么？不就是一片桃林吗？不是桃林的事，是你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话。当然记得，你说的话我都记得。你说你喜欢桃花，我就给你种桃花；你说你想家，我就给你建一个家。以后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明月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以后想亲就直接亲，不用找借口。想得美。圣尊，大事不好！魔界那边传来急报，说有一批魔族余孽，大约3000余人，不服明渊大人统帅，集结起来造反了。他们宣称明渊大人背叛魔族，投靠神界，要清理门户，还要进攻人界。明渊呢？明渊大人得到消息后，已经第一时间赶回魔界处理了。他让属下禀报神尊，请神尊放心，他一定能处理好。放心，3000叛军，他一个人。神尊，我要去帮他。明渊，你背叛魔族，投靠神界，给那个创世神当狗，还有脸回来？我从未背叛魔族，我只是选择了正确的路。哼，正确的路就是跪在那个女人脚下，就是让魔族给神界当附庸。是啊，是啊！今天我们就要清理门户，让魔界重新回到正轨。创世神，你刚才说谁跪在我脚下？明渊没有跪我，他是我的朋友，是我的，是我的人，他来帮我是出于自愿。
们神魔勾结，还有脸说？既然你们想打，那就打吧。啊！我的力量，我的力量在消失！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创世神的权柄，归虚。我可以剥夺任何伪神的神力，也包括你们的魔格。只要我想，可以让你们所有人瞬间变成凡人。但我今天不杀你们，明渊会处置你们。记住，你们的命是他保下来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怕你一个人搞不定。那你现在看到了，我一个人也能搞定。看到了，但我还是来了。怎么可能？魔气和神力怎么能共存？这不可能！因为他是创世神，万物之源，包括魔气。神力和魔力本就同源，只是你们这些蠢货不懂罢了。投降，或者死。我愿降。我等愿降。没想到你愿意来帮我。你帮我那么多，从神魔战场把我救回来，教我使用权柄，陪我潜入深宫，帮我处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。我帮你一次怎么了？不是一次，是一辈子。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我们一直在一起。谁说要跟你一辈子了？刚才你说我帮你一次怎么了？一次哪够，就得一辈子。你这是强词夺理。强词夺理怎么了？反正我认定了。行行行，你说了算。这还差不多。3年前，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相信任何人，可现在，有个人站在我身边，说要陪我一辈子。也许真的可以。以后还是别惹这2位了，一个都惹不起，2个一起更是找死。我神界的要求很简单，魔族必须承诺永不侵犯人界，人界无辜百姓不应再受战火涂炭。可以，但我魔族也有要求，神界必须承诺永不干涉魔界内政。魔界的事，魔界自己说了算。你觉得呢？合理。魔界内政本就该由魔族自己处理，神界若插手，与当年那些欺压凡人的小神有何区别？可以，神界接受这个条件。魔族也接受。3万年的神魔大战，今天终于结束了。多亏有你，要不是你，神魔2界还在互相厮杀，不知要打到什么时候。多亏有你，要不是你镇着魔界，那些助战的魔族也不会这么老实。是我们，多亏有我们。3万年了，神魔2界终于迎来了和平，而这一切有他陪着我一起见证，真好。谁的信？顾长渊的。他还敢写信了？看看吧。
慈儿，见字如面。我已经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安顿下来，这里四面环山，有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，村民们淳朴善良，不知道我是谁，只当我是个逃难来的落魄书生。我租了一间小屋，屋前有一小块地，我学着种菜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傍晚在灯下读读书，日子过得很平静。这种平静是我以前从未体会过的，没有权力争斗，没有尔虞我诈，只有一日三餐，四季轮转。谢谢你救了我。那天我刺向自己心口的时候，是真的想死。我以为死了就能解脱，就能还清欠你的，但你让我活着，活着赎罪，比死了更难，但也更有意义。也谢谢你让我离开，留在神都，我永远走不出来。离开那里，离开那些回忆，我才慢慢想明白，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再怎么后悔也回不去了。慈儿，祝你幸福，真的，你值得拥有最好的一切。顾长渊。你怎么想？我也放下了。那就好。你知道吗？3年前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他一起看桃花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的愿望真是傻。那现在呢？现在的愿望是什么？现在的愿望就这样挺好，有你陪着，看看桃花，晒晒太阳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好，那我就一直陪着你，看一辈子的桃花。禀师尊，凤青霜跪在殿外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这是母亲留给你的玉佩，让我等你长大了交给你。可是我一直没敢给你。对不起，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，做过的那些事，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掉的。3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再后悔。我不该嫉妒你，不该偷你的神格，不该那样对你。我不是来求你原谅的，我只是想把欠你的东西还给你，这个玉佩，还有这声对不起。起来吧，姐姐，你愿意原谅我了？不是原谅，是放下。那些事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我不会忘记，但我也不会再恨了，恨太累。我不想再背着那些东西过日子，以后你好好过日子吧，用你自己的双手过你自己的日子，别再想着变成别人了，做你自己就好。我会的，我一定会的，我会好好活着，好好过日子，我保证。姐姐，我们都长大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各自好好活着。
神尊，老臣斗胆进言，您与魔族鸣冤来往过密，恐有不妥。神魔不两令，这是上古传下来的古训。神尊身为创世神，更应以身作则，怎可与魔族厮混？是啊，神尊，那鸣冤毕竟是魔神王之子，身上流着魔族的血，您与他，古训是谁定的？这自然是上古神族。我就是上古神族，创世神羲和，3万年前亲手封印魔神王的，是我。神魔大战打了3万年，死了多少人？神界、魔界、人界，哪一界没付出惨重代价？你们经历过那场大战，应该比我更清楚。现在好不容易签了和平协议，神魔2界可以和平共处，不用再打仗，不用再死人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好事是好事，可那鸣冤怎么了？他是魔神王之子不假，但他这3万年来做过什么伤害神界的事吗？他救过我，帮过我，和我一起促成了神魔和平。你们现在质疑他，是在质疑我，还是在质疑那纸和平协议？神魔和平是大势所趋，若再有人挑拨离间，试图破坏这份和平，严惩不贷。是，谨遵神谕。都退下吧。其实你不用这样维护我，他们说的没错，我毕竟是魔神王的儿子。所以呢？你是魔神王的儿子，就该被质疑，就该被排斥。那我还是创世神呢，我说话他们就得听。你这逻辑，我这逻辑怎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对，都对，你说什么都对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凤慈，我不是神，是魔。我身上流着魔神王的血，我是魔界的人，但我爱你，胜过世间一切。这3万年来，我见过太多，从没想过有一天会跪在一个人面前，求她嫁给我。可是遇到你之后，我就知道了，这辈子就是你了。你愿意和我共度余生吗？不管是神是魔，不管是3万年还是更久，都在一起。我愿意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谢谢你，凤慈。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谢什么？是我该谢谢你。谢谢你一直陪着我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。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一辈子，3万年，永远。好，3年前，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爱了，可现在我遇到了他，一个愿意用一生来爱我的人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错过了。
吉时已到，神魔大婚正式开始。一拜天地，二拜众生，夫妻对拜。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嫁给一个魔，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娶一个神。你会不会后悔？当然不会后悔，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娶你。这还差不多。送入洞房啊！七个！从被背叛的绝望，到重生归来的冰冷，再到今天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还能拥有这样的幸福。谢谢你，明渊，谢谢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也给了我这辈子最好的礼物。紧张？有点。我也是。你上古魔神活了3万多年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，还会紧张？第一次娶媳妇儿，当然紧张。这跟活了多少年没关系。贫嘴。凤慈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谢谢你愿意等我。等你是应该的，3万年都等了，不差这几天。我不是说这几天，我是说从我死而复生到报仇到现在，这一路你一直陪着我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撑过来。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要坚强得多，我只不过是在旁边看着你，偶尔助你一把。不是，你不只是看着，你救了我，教我用龟须，陪我潜入神宫，在我最难的时候陪着我。没有你，我可能早就死在神魔战场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我们慢慢说。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。神界那些老家伙要是知道我们起晚了，又该唠叨了。让他们唠叨去，我现在是神尊，我说了算。对，你说了算。不过今天要早点睡，毕竟新婚之夜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一个人了，有一个人会一直陪着我，无论发生什么。这种感觉真好。慢点走，前面有块石头，我扶你绕过去。明渊，我只是怀孕，又不是生病，你不用这么紧张。那也要小心，这不是普通的孩子，这是我们的孩子。是啊，我们的孩子。你说，神和魔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呢？会是神，还是魔？也许两者都有。那岂不是要翻天了？又是神力，又是魔力，谁管得住他？管不住就管不住呗，反正有我们俩在，他能翻天到哪里去？不管是神是魔，都是我们的宝贝。都是我们的宝贝。对了，孩子的名字你想好了吗？还没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倒是想了一个。说说看。如果是男孩，就叫念慈，念着你的名字，念着我们的相遇。如果是女孩呢？如果是女孩，就叫希儿，西河的那个希，让她继承你的名字，也继承你的善良和坚强。明渊，怎么，不喜欢？喜欢，都很喜欢。谢谢你，明渊。
谢谢你给了我这一切。谢什么？这都是我们一起的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1年前，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守着神界，过完漫长的余生。没想到还会有这样的一天，有爱人，有孩子，有未来，真好。在想什么？在想这3年的路，从被背叛的傻姑娘，到现在的创世神。有时候会觉得好像一场梦，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神魔战场，然后遇见你，然后一步步走到今天。不是梦，是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是啊，那些痛苦，那些恨，都过去了。现在的我很好，以后会更好。你看，他们也在祝福你。不是祝福我，是祝福我们。对，祝福我。你知道吗？我以前总觉得做神好累，要管这么多事，要面对这么多人的期待，要承受这么多压力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觉得其实也没那么累，因为有你在。以后也会一直在。3年前，我以为我的人生完了，被最爱的人背叛，死在最信任的人手上。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相信任何人，不会再对任何人敞开心扉。可是现在，我有他，有孩子，有未来，那些痛苦，那些恨，都已经过去了。现在的我很好。恭祝神尊喜得临儿。年礼。慈儿，祝你幸福。从今天起，神界、魔界、人界永世和平。这个孩子就是和平的见证。谨遵神谕。3年前，我剖出神格那天，渣男疯了。3年后，我坐在这神座之上，万神俯首。那些背叛、痛苦、仇恨，都已化作过往。现在的我，有爱人，有孩子，有众生，足够了。